Hello，大家好，我是韩能畅游。今天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手头的两个核辐射检测仪，还有我对那个福岛排放核污水的一些个人看法。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我拍过的视频，分享了我左手这边这个军用的核辐射探测仪。然后视频中说的话可能会展示一下，就是一个相对精度较高的核辐射检测仪，就是我右手边这个。这个是 Inspector 的一个检测仪。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它的这个盖革管的话用的是云母盖革管，所以的话它的精度会相对高一点，它呈片状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军用检测仪的电池，用的是1号电池。军用的这个是整体采用防水设计，具有3防的一个功能。好，这个质检的按钮我现在按下去，发现指针有摆动啊。质检的话，它里面有个铅封，铅封里面放着核辐射的一个放射源。按下去之后，它的那个铅封就会移开，就是铅盖子就会移开，所以的话就可以让那个做到一个质检。好，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相对高精度的这个检测仪 Inspector 的一个检测仪放到上面。好，按下质检按钮，发现盖革计数管马上就爆表了。我后面这个质检按钮一按，它那个让那个核辐射源暴露出来，它就会击打在这个云母的盖革计数管上，然后就会让数值就变得很高。这个单位是微西弗，正常的话，本体辐射的话是在0.1到0.3之间吧，可能都正常，大部分情况都是在0.1几。看分开来的话，它就马上就会降低。等一下给大家带到户外看一下我们家的外面的辐射是多少。好，现在到了我们家花园这边，然后因为今天下雨实在是不方便，先开机给大家来看一下辐射的数值是多少。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正确的测量辐射的话是测量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辐射值是多少。因为今天下雨的话实在不方便，所以等一下给大家大致看一下具体的数值是多少。本体这个户外测出来一般都叫本体辐射。具体本体辐射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我这边等一下会分享几个网站，都是中国的一个生态环境部和核辐射安全中心还有技术检测中心的一个网址，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城市或者自己所在地区的一个就是辐射值的一个监测，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数值的话，它是忽高忽低的，因为它是一个短期内的辐射，并不是。有些建筑材料，可能户外的建筑材料之内含有的辐射量就会比较大。有一些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数值是变低了。然后一般家庭里面的话，地砖还有马桶，还有那种洗手池，还有釉面的数值都会比较高，都是偏高的，比本体辐射要高好几倍。等一下我就带大家到屋内的检测一下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东西的一个本体辐射值的大小。常见的大部分都是带釉面的，就瓷砖什么的。好，一下瞬移到我们家的卫生间，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马桶釉面上的值，跟外面的本体辐射是差多少。有时候他们做这种产品的时候，应该会把这个问题也考虑进去，所以有一些质量稍微好的值会比较低。大家可以看到啊，就稳定在3点几了，马上就要越来越高了。这边里面的话不太方便，还是在外面吧。好，它这个数值的话，估计也就在3点几了，0.3几了。我们先让数值稳定一下，然后去测一下水池的一个釉面，看一下情况。放上来之后马上会降低。好，我们到这个水池看一下它的数值会多少。这是个洗手的洗脸池。你看它就会跳到0.4几，比本体辐射高了1倍多。
基本上已经稳定了。所以的话，大家釉面的话都是含有辐射的。好，我们回来，最后再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这个事情啊。其实这个本质上就是来说的话，日本采取了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方式，但是它的敏感性是比较高的。它采用那个 ALPS 一个系统，净化核污水之后排放大海。如果所有的目标还有技术要求都实现的话，并且在原子能的监督机构下的话，这个理论上对人类来说的危害不是很大。主要隐患在于啊，因为那个 ALPS 系统它没有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认证，毕竟它是一个新出来的东西，就在国际上关于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一个论文也是比较少，就是说它的那个可靠性还是有一定的商榷的一个余地。另外就是东电的这个公司，还有日本的各大企业啊，都有造假的一个先例，就是在比较大的项目中造假的一个先例，所以的话让大家对它的数据可靠性产生了一个怀疑。好，最后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大家的话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中国肯定会在沿海的比较敏感的地区建立各种监测的一个站点，所以大家海鲜的话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刚才提过的那个生态环境部的一个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还有一个是他们的一个监测技术中心，每年都会定期的，就是还有实时的一个数据，就是一个我们整体全国的一个辐射的环境质量报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百度搜索一下相关的网址。最后的话想说一下，其实这个也体现了西方的一个双标这个思想啊。现在大部分的就是西方国家的人基本都不知道日本排海，所以的话，西方的一个文明的本质特性就是一个双标。大家可以如果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核污染水然后排海了，然后美国还有等西方的媒体会以怎么样一个狂欢的形式来报道这些事情啊？好，如果有用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吧。好，拜拜。